在我的心目中，那鄰近的東北本島有着一東一西兩座脫衣舞界的燈塔，一座在關東叫做淺草 Raksa， 一座在關西叫做東洋秀。即便脫衣舞這個市場已經漸漸萎縮，這兩座劇場仍舊在時代的洪流中屹立不搖。只是沒想到一個名叫旺博的怪獸在2025年登陸，擋住了東洋秀這座燈塔的光。終於，隨着旺博這家伙的退場，我們再度看到這盞關西的脫衣舞明燈重新亮了起來。被官方封印了將近1年，可以說是關西地區最大的脫衣舞廳東洋秀，宣布在2026年的1月8號正式重啟。本來我也在猶豫要不要那麼肥累一直跑日本，但實在是很想恭逢盛會，那麼就再來安排一趟吧。為了怕富貴的首日人太多，我一個不會日文的人去那裡會瞎攪和，所以我選隔幾天的周一上午來到天神橋筋。那9點半我到場時，1樓的鐵門是拉下來的，前面大概有4個人。10點到，1樓的鐵門就拉開來，讓顧客可以走上去排。但到了樓上，劇場入口的鐵門還是沒有開，大家就從樓梯依序往下排隊。大部分人放個東西占位置之後，就輕鬆的下樓離開了。所以我也拿個東西占個位置，再去外面的天神橋商店街亂逛。劇場入場時間是11點半，在11點半劇場的鐵門會準時拉開來，開放觀眾買票進場。所以如果你剛才放了東西排隊，請務必在11點半之前回來，不然你剛才就白排了嘿。今年的票價有做些調整，由原本的4500塊漲到5000元整，沒有分早場優惠。但說實在，以東洋秀的軟硬體來說，它的定價真的很實惠。而官網有提到，若是晚上8點45之後再進場，就只要3000日元。可是我實在不太建議那麼晚才來。像我看到最後一回合一半，才有位仁兄在只剩2位舞者表演時才進來，我就覺得老兄你也來太晚了吧，這樣根本看不到什麼啊。另外我看到有些人不是用錢投販賣機，而是直接拿一張票給工作人員看一看就入場。後來看到大 PK 兄的介紹，才知道有預付卡的機制，一張卡2萬日幣，但可以看5次，算起來就省了5000塊。只是對我們這些久久才去一次的外國人來說，好像不一定能善用到這個優惠。如果東洋秀開在西門町，這張票我一定會買下去。入場輪到我時，我在販賣機投了5張1000元日幣後，機器吐給我一張卡，我再交給一旁的櫃檯小姐入場。櫃檯小姐好像看出我不是日本人，問我是不是第一次來。我一下子太緊張，忘記說要怎麼表達我已經來過，而且已經來過3次，就傻傻的點頭說還沒得。這時候他給我一張中文表單，上面有幾個選項要勾，印象中就是問你說是不是同意不能拍照攝影，是不是同意不在場中拿出智慧型手機，是不是同意不觸碰舞者，然後要我填最下面一欄，問你是從什麼管道知道這間戲院的。我草草寫了個很籠統的 Internet， 都填好之後我趕快入場，因為排得夠前面。這次我選到了旋轉舞台側面的第一排，東西放了之後，在裡面的休息區閒逛，看着這個來過3次的場地，真的有種感慨。裡面大多的設備都沒有更換，但被重新擦拭得很潔淨，有種凍結在時空中的昭和年代感。另外跟之前一樣，東洋秀會在每回合結束之後清場，所以不是像我一樣想體驗排隊流程的人，大可選自己方便的時候到達。一開始先入場隨便選個位置坐，等到這回合最後的舞者在拍照時，就先跟着人家去門口排隊，下回合就能優先入場搶到更近的位置了。只是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在上野參加過素人大會，體驗過那種近到眼睛對不了焦的特寫畫面後，來到一般劇場就覺得差個1公尺2公尺好像也沒什麼差了。12點劇場準時開始，劇場一樣，一開始先播放開場影片，只是這次開頭影片已經更換了，換成由這期登場的5位舞娘拍攝的入場須知，主要也是在宣傳不能拿出手機，表演中不要交談，也不要做出讓別人困擾的舉動。雖然對我們這些常客來說這些是基本常識，但如果是其他初次到訪不諳英日文的人來說，這種影片還是比文字說明更淺顯易懂一些。以上這個就是入場的流程與基本概念，也許沒來過會有點忐忑，但真的進來過1次之後，就覺得沒有任何難度了。先說這次我原本想照自己的習慣，看了2回合之後離場，
因為我記得以往東洋秀在第3回合會重複第1回合的表演，但我2回合看完，發現第3回合竟然看到新的舞碼，這下糟糕，我離不開了。我不知道這是因為重新開幕的第1檔有特別安排，還是往後也會這樣，這可能要請之後到場的朋友們回報一下。總之，為了看到不同的表演，我留下來了，而且一直留到最後一場表演完10點多才結束離開。這天的5位舞娘表演了4回合，只有其中3人在最後1回合重複前面的舞碼，等於這天我看了17段不同的表演，很划算，但是也很累，畢竟感官被刺激久了也是很消耗精神的啊。當然，對我這個就是為了脫衣舞而來的文化旅人，從開幕看到謝幕，也真是把一張票價發揮到淋漓盡致。總之，熟悉的東洋秀回來了，入場方式、表演形態都沒有什麼變化，票價也只漲了那麼一點點，還比一些小劇場便宜。各位紳士如果來到大阪，請務必排出半天的時間，體驗一下這款日本的成人風情，你一定不會後悔來這一趟的。接下來一樣來聊聊這檔登場的5位舞娘。先聲明一下，這些都是我自己很主觀的看法，可能該欣賞的點我沒有 get 到，或是太合我胃口的人會被我瘋狂讚美。這些評論只代表我自己的品味，每個人看有每個人的感覺，都是正常的嘿。第1位叫伊東紅蘭。第一幕舞台中出現了一面和室門，拉開之後，穿着粉色和服的她端莊美麗的亮相。由這些場中的道具，我就不自覺地注意到這裡夠深的主舞台，留給表演者變化場景的可能性。加上這次重新回歸，東洋秀又投資了更多的燈光設備。純以硬體來比較，這裡可能是全日本僅次於淺草 RAKSA 的劇場了。那伊東紅蘭一亮相，我就覺得她有點像春花，只是再豐腴了一點點。她登場穿着和服，飾演一個旅館的女將。不得不說，她真的是很適合穿和服的日式美人。她用了很多以三線琴為樂器的歌曲，很有沖繩的熱帶風味。回來一查，結果她還真的有沖繩血統。整場她都是笑臉迎人，讓人看着非常的舒服。但在 Open 秀的環節，她跟台下的互動又非常的熱情，甚至可以說她的聲音洪亮跟溫婉的外貌有一點反差。雖然感覺到她拿的彩禮沒有別的舞娘多，但光就色貌方面，她還蠻符合我的胃口的。第2位舞者叫做八，她就是之前我在池袋劇場看過，很喜歡那招白鶴亮翅的舞娘。她真的感覺有一種喜感，跳舞還是有那麼一點奇怪，有時候還會覺得她的舞跟音樂沒有很合。但這次她登場，很誠意的帶了4段都不同的舞碼，加上她人長得細瘦，做核心動作時沒有什麼負擔。所以在旋轉舞台的表現，我覺得還勝過於他跳舞時候的感覺。不過我還是很喜歡他那種有點素人的喜感，所以我就跟他合照了一張，還請他一起擺出那招白鶴亮翅的招牌動作。但是照片洗出來一看，怎麼有點像在比兔耳朵呢？啊嘞！第3位追名是個年輕的妹子，表演服大多偏向偶像的服裝，青春洋溢，可能是這5位之中年紀最輕的。她的胸部不小，但是真是假就不用太計較了。她也有很不錯的舞蹈基礎，我後來用她的名字去搜尋，還看到她在拍過的片子裡有展露純正的芭蕾舞基礎動作，看來這是經過了長期的修煉，那個功力不是臨時演一演就演得出來的。不過她第2段表演我看得不是很懂，一開始她就在旋轉舞台做核心展示，但問題是她穿着長長的連身裙，內褲也是穿着的。這樣子不但沒有展露出什麼，而且很多動作都被衣服卡住了，會覺得他生長得很吃力。然後他回到主舞台，拿着一柄紙傘來跳舞，結果有個動作太大，把傘弄開花了。他壓了3次都壓不回來，只能將就這個傘的狀況來表演，所以就覺得他被這些弄得有些分心了。但幸好的是第4回合他又重複了這一段表演，這一次他就把傘舞的橋段重新完美的表現了一遍。我後來查他的 S 賬號，有提到他這段表演是從前輩那裡繼承來的。之前也有看過有些舞娘會借用其他人的舞碼來表演，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。總之，追名他的表現大多是偶像類型的表演，很符合他的年紀跟青春。甚至在6點之後，場裡出現了好幾位他的粉絲。為什麼看得出來？因為他們都穿着有追名名字的後援會衣服。
前3位舞娘拍照的環節是一起出場的，而追名總是因為排隊的人最多而排到最後，也由此可知她是很受歡迎的。3位都拍完照之後，會一起出場再做一次 open show， 然後第4名舞娘才會登場。第4位叫做川越由衣，但查起來中文好像都叫她川越唯。她2013年 AV 出道，但2014年就在東陽秀登台表演了。同時她也有一些電影電視的作品。舞技先不管，先說一下她 open show 以及拍照環節的呈現，是很有綜藝感，甚至是很耍寶的。我後來查她還有自己的 YouTuber 頻道，裡面有些遊戲直播、開箱還有旅遊的影片，算是一個從 AV 女優發展到脫衣舞娘，又想經營不同面向的綜藝型女優。那麼至於她的舞跳的怎麼樣呢？她第一回合穿着黑色禮服跳舞，看她跳舞我就忍不住跟着微笑，因為她又是那種感覺很喜歡跳舞才來做舞娘的類型，尤其她的舞蹈極佳，寬衣解帶中更是跳出性感跟色氣，在核心展示的環節，我更是看到下巴快掉下來。以我看過的舞娘來說，她核心的展示絕對是天花板的級別，不只是她挑選的動作難度係數高，還有一點就是她的肌力非常足夠，非常的穩定。更驚人的是，她動作一展露出來，那個力量感是灌注到身上每一處肌肉，甚至一路延伸到腳趾間。一般舞娘能夠 hold 住動作，穩定住就很好了。但是她的表現力遠遠超出這些，好像在展示自己胴體每一寸的美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科班出身，但她的舞蹈功力不是她在那邊表現得很玩鬧就遮蓋得住的。這一天她表演了4段舞碼，每一段都很完美。尤其在第3回合她的舞碼，那舞蹈的演繹隨着音樂一層層的爆發出來，我看到整個人呆掉，心想這家伙也跳得太好了吧。我還在懷疑是不是他表演的頻率特別打動到我，但是我看到旋轉舞台的對面，一個戴着眼鏡的日本女生盯着旋轉舞台上的川越唯，整個人呈現出嚇到吃手手的表情。我就知道這段舞碼的驚人之處，不是只有我感覺到。這段結束後，我眼眶甚至有點濕濕的。如果說什麼是好的脫衣舞，就是借由舞蹈能夠誘導出脫衣的性感，那麼什麼是好的舞者？就是能在脫衣舞劇場表演，能夠讓你忘掉他是在跳脫衣舞。那麼在這一場，川越唯2項都做到了。你要說他的舞跳得多精準，還是有做到什麼高難度的動作，好像也沒有。但就會覺得音樂激昂時他就奔放，音樂低沉時他就內斂。他的肢體語言與音樂是融為一體的。川越唯好像就是有一種能用舞蹈詮釋音樂的本能。雖然看他的社群媒體有說他因為還有家庭要兼顧，一年能表演的場次不多，但對於音樂的領悟能力，就是老天爺賞給他的天賦。不過跳完舞，不管是在台上還是用社群媒體，他真的是很瘋的一個家伙。當然，各花入各眼，我不知道別人是不是一樣覺得他很厲害，但他真的算是在我逐步成為劇場老油條的當下，還能被驚豔到的一名舞娘。第5位壓軸的舞娘叫做 Hinata Jutsu，翻成中文是日向绫。登場的第一印象就是她個頭不高，有種小朋友的感覺。查她的資料，身高是147 E cup， 人小胸部不小，舞蹈的能力也是很好，也不愧是身為壓軸的展現。另外查不太到她有 AV 的演出，好像是從2018年開始在東陽秀出道的專職脫衣舞娘。不過這部分我不敢太確定。第3段他還展現了水袖跟扇子舞的功夫，甚至還用了中文的歌曲。不知道他是不是科班出身的舞者，總之也是有扎實的舞蹈功力。唯一的吃虧在於他的四肢太短。在他表演完以及 open 秀結束之後，他跟川越唯一起上台拍照。那拍完照，2個人登場跳了一段 open 秀，最後全體5位舞娘一起穿着白色禮服出來跳舞，兼一個一個介紹。這大概就是東陽秀一整個回合的流程。東陽秀的軟硬體沒話說，椅子也很舒服，每回合清場重排的流程也讓大家都有機會能夠坐到好位置觀看。來這裡表演的舞者也都有一定的水準，加上佛到不行的票價，以及位於天神橋近極方便的交通，看完秀出來就算是晚上9點10點，外面的巷子裡也是有一堆居酒屋可以用個宵夜。紳士們，
這個最棒的大阪成人秀在2026年滿血復活了，你不來看看，我可是會生氣的。